重男轻女的老公，在我生下2个女儿后，偷偷在外面与小三生了儿子，还要我给小三免费当月嫂，伺候小三坐月子。知道真相的我不急不慌，我和小三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又生个丫头片子，真是没用的东西，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。才从鬼门头走了一遭的我，还躺在病床，便听见了门外婆婆不满的骂声。婆家一直重男轻女，他们眼里只要是生了儿子，那就是多大的荣耀似的。第一胎我生的是女儿，公公和婆婆便就催着我生第2胎。大女儿才1岁，我这边就急匆匆地怀上了2胎。为了保险，公公还特意托人找了关系，验了肚子里是男孩还是女孩。得知是儿子，怀孕期间婆家一家人对我百般好，好吃的好喝的伺候着我，对比我怀大女儿时简直要好上100倍。不是验了吗？怎么还会是女儿？詹元，你没有问问护士是不是报错了？问话的是我的公公。詹元是我的老公，他也想着有儿子继承皇位。妈的，真没有想到又是个女儿。不行，我得好好去问问是不是报错了，怎么可能验的是儿子，生的是女儿呢？对，去好好问问，实在不行，那就做一个亲子鉴定。婆婆在旁附和着。那行，爸妈，你们先回去，我再去问问。行，你搞清楚了，记得给我们打一个电话。3人在外面商讨着，却没有一个想起我这个才刚刚生产完、身体虚弱的人。我在医院住了3天，不仅公公婆婆，就连老公都没有出现过。在医院的这几天，都是我爸妈照顾着我。我妈对婆家的做法很是气愤，打电话质问过，可被我婆婆怼回，说连儿子都没有生出来，还想让我们照顾，门儿都没有。我妈气得不轻，想着就算把我婆家人拉来，他们也不会好好的照顾我。在医院的这3天里，我的心早已经凉透了。不仅是婆家人绝情的做法，更是因为詹元的态度。他发的朋友圈可能是忘了屏蔽我，也可能根本就不在乎我看到后会是什么心情。希望有多大，失望就有多大，还以为是个带把的，结果吧没了。妈的，是亲生的老子都不想认。我一条条翻着他发的朋友圈，每一条都发泄着对我生个女儿的不满。因为是顺产，3天我便出院回家了。我妈给詹元打了电话，让他来接我出院。我不知道我妈说了什么，只知道他们在电话里吵得非常的激烈。我妈说詹元会来，我便让我爸妈回去了。我的事不想他们太过操心。爸妈本是想等詹元来了再走的，可是在我的坚持下，他们也只好先回去了。因为有些事情我不想他们看到。距离我爸妈走后3个小时，詹元才姗姗来迟。看我的眼神，不像是在看一个才生产完的妻子，反倒是像看街上要饭的乞丐，甚至可能我连乞丐都不如。走吧，难不成还让我扶你不成？就生了个女儿，有什么可娇贵的？这2天的憋屈，在这一刻彻底爆发了。我冲着他大吼：詹元，生男生女可不是我的问题，那是你的问题，你就是缺德事做多了，所以才生不了儿子。啪！詹元重重地一巴掌打在了我的脸上。我捂着脸，怒视着他，我是故意激怒他的。这里是医院，是公共场合，他的行为一定会被人拍了发到网上。我就是要将事情闹大，我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看看这些重男轻女的人的嘴脸。特别是男的，他有什么权利重男轻女？怀孕的是女人，有妊娠反应的是女人，
承受12级痛苦的还是女人。他们男人坐享其成，还挑三拣四。詹元，你竟然敢打我！你这个没良心的！我才为你生了女儿，都没有出医院呢，你就打我！我像发了疯一样大吼大叫，一下子便引来了不少人的关注。像这样的场面，又怎么会没有人拍视频呢？詹元见有人围观，还对他的行为指指点点，他有些拿不住脚，上前拽我：“行了，你不嫌丢人吗？我们回去再说。”我有什么可丢脸的？不就是生了一个女儿吗？难道生女儿还犯法了不成？我的话成功让吃瓜群众摸着了头脑，大致知道了是什么事。我开始抹着眼泪诉苦：“詹元，你太没良心了！我跟你结婚5年，给你生了2个女儿，就算没有功劳，也有苦劳吧？你是怎么对我的？知道我生的是女儿，连看都不看我一眼，更别提照顾我了。这几天在医院，还是我爸妈来照顾我和女儿的。”我的话引起了群愤，开始有人对詹元指指点点。詹元见状，连忙跟我道歉：“老婆，你误会了，这2天也是因为店里的生意比较忙，所以才没有顾上你。你看我这不是来接你了吗？走，有什么事我们回去再说。”詹元拉着我离开了医院，他以为拉走我就没事了。可事情发酵得很快，詹元重男轻女，不照顾生产后的我，很快便被人传到了网上。敏感的话题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，视频底下全是骂詹元的，要有多难听就有多难听。有的网友甚至扒出了詹元开的网店，不仅将其曝光，还有人故意买了东西，然后又给差评的。詹元整个人气炸了，他回来便把我用力地推在了沙发上，揪着我的领子，愤怒地看着我。公公和婆婆在一旁，完全像没有看到似的。林月月，你这个贱人，都是你惹的事，你知不知道？就因为你，害得我的店这个月亏损18万，里面全都是差评，删都删不掉。我还被举报违规，产品链接都被删了好几个。詹元抡着拳头就要打我。詹元，你敢？我怒视地看着他。今天你要是敢打我，明天我就让全国的人看看你是怎么因重男轻女打老婆的。你詹元紧紧握着的拳头迟迟没有落下。我的话对他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，毕竟现在事情网上闹得很大。大吵一架后，詹元便就离开了家，没有再回来过。我一个人带着2孩子，公公婆婆别说伺候我坐月子了，就是连我2个女儿，他们都不帮我照顾。每次我有事找他们，哪怕只帮我带个10分钟，公公就找借口，不是腰疼就是有事。婆婆更为过分，嘴里还骂骂咧咧的，生了俩丫头片子，还要我们帮你带，想都不要想。月子期间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来做。唯一值得欣慰的是，2个女儿都比较听话，这也让我轻松了不少。吃饭了，婆婆端着一碗剩饭重重地放在了床头柜上，剩饭上就一块肥腻腻的肉，几块生黄瓜。我好心做饭给你吃，你这是什么表情？摆脸色给谁看？婆婆怒骂。我没有说话，心早在医院的时候就已经凉了。现在的人就是比我们那个时候享福，我们那个时候就坐半个月的月子，然后就下地干活了。现在的人不仅坐月子要坐1个月，还要吃好的。我们那时候白水对着米饭吃，不一样好好的吗？婆婆处处内涵我娇气，我没有理会她。在她出去后，端起饭，哪怕从不吃肥肉的我，也用力地将这块肥腻腻的肉咽了下去。我无所谓，可是没有营养就没有奶水，我不能让我的女儿饿着，所以我必须得吃。月月，
妈妈，来看你了。我妈推开门，见我正大口大口地咽着剩饭剩菜，那叫一个心疼。月月，你可还在坐月子？吃的都是些什么呀？可能是见到妈妈的原因，一直坚强的我，这一刻再也绷不住，抱着我妈大哭了起来。月月，别哭，你现在还在坐月子呢，哭对身体不好。我现在哪里还顾得上自己的身体，满腔的委屈，这一刻终于找到了释放口。他们就是这么对你的。我妈看着我还没有吃完的半碗剩饭，眼眶红了，脾气也跟着上来了。詹元呢？他人呢？就算他爸妈不照顾你，你生的是他的孩子，他总应该在家照顾你吧？我嗤笑一声，他把我接回家后，便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畜生，一家都是畜生！我妈气得冲着房门对外大骂：走，跟我回家，有这样一家人，这个家不要也罢。我妈气冲冲地给我收拾东西，然后带着我和2个女儿离开了詹家。在离开詹家前，我妈气不过，还和我婆婆大吵了一架。我婆婆扬言，走了就不要再回来，不回来就不回来。你以为我们稀罕你们詹家吗？就你们一家缺德的玩意儿，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儿子。我妈是个特别敢说的人，骂得我婆婆是脸红脖子粗。出了气后，我妈便拉着我，抱着小女儿，我牵着大女儿，就这样我们离开了詹家。我回到娘家后，詹元也没有来过一个电话，发过一个短信，好像从来都没有我这个人一般。我在娘家整整住了1年，小女儿生日的这一天，我消失的丈夫终于出现了。爸妈，我是来接月月，还有2个女儿回家的。詹元舔着脸笑着说。我爸坐在客厅，闷声不说话，只是抽着烟。我妈情绪比较激动，怒声骂道：詹元，你还是个东西吗？你老婆生孩子，你不照顾；你老婆坐月子，你玩消失，还一消失就消失1年，怎么？现在想起他们母女3来了？妈，对不起，我也是工作忙。上次因为月月在医院跟我大闹的事情，网店的生意就一直不好做，这1年是亏了不少的钱。我1年都把精力放在了网店的生意上，其实这也是想多挣点钱，好让月月还有2女儿能过上好日子。看着詹元不要脸的发言，我被气笑了。结婚前，我怎么就没有发现他这么不要脸呢？爸妈，我这次是真心来道歉的，我知道都是我的错，是我没有照顾好月月，还有2个女儿。你们放心，这次我接月月回去，一定好好照顾她，不让她再受一点委屈。詹元对我爸妈做出了保证。我爸还是一句话都没有说，我妈见他态度这么诚恳，气也是消了一大半。詹元又跑来跟我说好话：老婆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就再原谅我一次好不好？你放心，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让你受一点委屈。詹元贵在我面前祈求，那态度要有多真诚就有多真诚。可我知道他根本就不是真心的。詹元在我娘待了一整天，不仅帮我妈干活，还陪我爸聊天，更是帮我照顾小女儿，陪大女儿玩游戏。月月，我看詹元也是知道错了，你就跟他回去吧。经过1天，我爸拿出了他的态度。对他的态度，我一点也不意外，毕竟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。离婚对他来说是一件无法接受的事。当初我妈带我和2个女儿回来，我爸就很不开心。若不是听我妈说我在詹家受了多大的委屈，我爸只怕在我妈接回我的第2天就把我送回了詹家。现在詹元亲自上门认错来接我，我爸自然是觉得有台阶那就下了。不行，月月，要是再回去受他们欺负怎么办？同为女人，
我妈对我的遭遇特别的感同身受。詹元立马接话：“妈，你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让月月再受委屈了。之前是我一时鬼迷了心窍，见我的兄弟们都是生的儿子，也就想要一个儿子。可是现在我明白了，女儿没有什么不好，女儿更乖巧，更懂事，是爸爸的小棉袄，到时候也还不用为给他们结婚发愁。”他的这一番话让我妈也动摇了。你真的能好好的对月月，不再让她受委屈？我保证。詹元说的无比认真。我妈看向我：“月月，你什么意思？”我看着詹元，缓缓开口道：“我跟你回去。”詹元见我这么快就松口，明显有震惊到。而我并不是相信他会对我好，而是清楚这么一个男人突然跑来接我，一定是有什么目的。我就是要回去看看他们要做什么。生产之痛，月子这愁，我也得找他们一家人好好的算一算了。詹元带着我回了詹家，公公和婆婆看着我，眼睛不是眼睛，鼻子不是鼻子的。婆婆还在一旁冷嘲热讽：“知道回来了，真是矫情，还非要人去请。”詹元，这就是你们家接我回来的诚意，看来我回来也没有这个必要。我抱着女儿转身就要走，詹元连忙将我拉住：“月月，你别生气。”安抚我后，他又把婆婆训斥了一顿：“妈，你干什么？月月好不容易跟我回来，你就不能消停一下？”婆婆不情愿地闭上了嘴。我看着他们一家人，更加确定了我心里的猜想，他们一定有事要有求于我。以我婆婆的性子，不可能忍耐。月月，你别理我妈，坐车这么久，你应该也累了，我扶你回去休息。我没有说话。詹元扶着我回了房间，洗漱后，我便抱着2个女儿入睡了。第二天一早，詹元是做好了早餐才叫我的，特别的有心，做的全都是我喜欢吃的。月月，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。我吃着早餐，冷冷地应了一句：“什么事啊？”是这样的，我的供货商你知道的，他现在刚生了小孩，正在找月嫂，我想让你去试试。之前你也是在月子会所工作，又生了2个女儿，对这方面也是非常的有经验。我想让你去帮忙照顾一下她，也算是跟她拉拢关系。毕竟我的货都是她提供的，说不定因为这件事，以后还能给我更大的优惠。我放下筷子，看着他：“你是要让我出去工作？你看2孩子也这么大了，不需要你在家照顾，我爸妈就能帮你看着，你也是在帮我，帮我们这个家，你说呢？”詹元没脸没皮地说。我点了点头：“好，我去。”看我答应的这么爽快，詹元还有些不可置信。我之所以答应的这么爽快，那也是因为昨天晚上我听到了不该听到的。昨天晚上我回到房间睡下以后，詹元为了试探我睡着没有，在我耳边唤了我好几声，见我没有一点反应，这才起身出了房间。他的一举一动，我都是一清二楚。我确实是很困，可是我一直撑着，就是想看看詹元一家想要干什么。听到关门声，我缓缓睁开了眼睛，轻轻地起身，走到了门后，将耳朵贴在了门上。虽然外面动静不是很大，可还是能勉强地听清。詹元，要我说，你赶紧跟他把婚离了算了，还让他回来做什么？我才不帮他照顾女儿呢，我要去照顾我的孙子。婆婆的话让我一惊。孙子？詹元在外面跟别的女人又生孩子了？妈，你懂什么？王慧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人，她可不希望您过去照顾，您就别添乱了。您要是把她惹生气，她一气之下带着我儿子走了，到时候看您上哪儿哭去。王慧，这个名字怎么这么耳熟？我静静地听着，
大概是怕见不到孙子，婆婆没有再说话。詹元再次开了口：王慧生产前就说了，要去月子中心坐月子，不去月子中心，那也要找一个专业的月嫂。你们知道现在找个专业的月嫂需要花多少钱吗？一个月就要好几万呢。现在家里有一个免费的月嫂，我们干嘛不用？等王慧一出月子，我就跟刘月离婚，房子、车子都是我婚前财产，网店现在我转移到了王慧的名下，刘月是分不到一点。我站在门背后，听着詹元说的话，整个人都在发抖。人怎么可以可恶到这种地步？离婚不仅没有想给我任何补偿，还要在我这里榨取剩余的价值。我紧紧地握着拳头，努力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下来。在詹元回到房间的前一秒，我重新躺回了床上。我回来本也就是带着目的，那这样正好，我就顺了他的意，将计就计。难怪我会觉得王慧这个名字怎么听着这么的耳熟，原来她就是詹元的供货商。见我答应，詹元震惊过后是欢喜不已，立马将2个女儿交给了婆婆，带着我出了门。詹元带我来了一栋新小区，这个小区我有听过，市里最高档的小区，好多有钱人都把房子买在了这儿。毕竟离超市、离卖场、离学校、离医院都近，是整个市里最好的地段。我记得在这里买一栋房子，差不多下来要200来万。我不想让王老板知道，我假公济私，等会我就说你是我找的月嫂，特意来照顾他的，你可别说漏嘴了，知道吗？詹元边走边叮嘱我。我点头应下。詹元见我如此听话，也放心了不少。我和他来到了王慧的住所，詹元按了门铃。王慧一身睡衣出来给我们开了门。王慧，这是我在月子中心给你找的月嫂，她可是在月子中心做了好几年，最有经验的一个。詹元把我一顿夸，说起慌来是连脸都不红一下。王慧打量地看了看我，带着一股高傲劲道：进来吧。我认识王慧，但王慧并不认识我。之前詹元嫌我生了女儿，身材走形，觉得带出去丢人，便从没有带我去见他那些生意上的朋友。但王慧知不知道詹元结了婚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可眼前的这个女人，不论是从面相还是她气质上看，就知道并不是一个好招惹的主。她可不会像我这样委曲求全。那王慧，你先带她熟悉一下环境，我先去忙工作了。王慧点了点头。詹元是把我送到后，便就匆匆离开了。我正式成为了王慧的月嫂，但我只做白天的工作，晚上便就回詹元家了。毕竟2个女儿都还不是很大，婆婆这么重男轻女的人，她不会好好的帮我带孩子。我在王慧家当月嫂的日子里，詹元都没有出现过，当然他晚上也并没有回家。我每次回来给他打电话时，他都说工作忙，回不来。可我知道他晚上在王慧那儿。可能是我的工作能力出突，从之前对我爱搭不理的王慧，现在跟我已经成了朋友。我每天都会告诉他，小孩子要注意什么，女人要怎么做、怎么吃，才能保持住身材。王慧对我的话是深信不疑。这天我们忙完后，便坐在沙发上闲聊。慧姐，我怎么没有看到你丈夫？他每天都这么忙的吗？我好奇地问。王慧笑了笑，店里的生意刚起来，是有些忙。他每天晚上都有回来陪我，每次他回来时，你都已经走了，所以没有见到他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，然后又好奇地问：慧姐，那你老公是做什么的呀？电商，买品牌鞋子的。我听说电商很赚钱的，
你老公应该不少挣吧？”王慧谦虚地笑了笑，也没有，挣了一点点。不过，慧姐，我得提醒你一句，这男人呐，一有钱就变坏，你还是得防着点。我知道我不该跟你说这些的，可是我是真心拿你当朋友，才跟你讲的。你可别像我一样，到头来一无所有。我说着说着，便抹起了眼泪。见我这样，王慧很是关心地问：“月月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我将詹元嫌弃女儿，还有他们一家对我做的事，跟王慧说了一遍。听了我的讲述，王慧是气愤不已：“你老公一家怎么这样？就算重男轻女，也不应该这么对你。所以啊，慧姐，我这是吃了苦，上了当，所以才以过来人的身份提醒你，你可千万要多留个心眼儿，可别像我似的。”我握着王慧的手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月月，你等着，我给你看一样东西。”王慧起身进了屋，不大一会儿，便抱着一个密封的文件袋走了出来。“月月，你应该是对我老公不太了解，他不是你说的那样的人。你看看，这些都是他给我的，知道我生孩子辛苦，不仅把他的网店转移到了我的名下，还给我买了这栋房子，写的是我和我儿子的名字。你说他要不是对我真心，也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交付给我。”王慧将文件都摆放在了我面前，看着那一份份文件，我感觉像一把把刀子，刺痛了我的眼和心。我陪詹元从一无所有到今天，就因为我没有给他生个儿子，他竟然绝情到这种地步。我勉强地挤出一抹笑：“慧姐，你老公对你可真好。”“是啊，本来一开始我是不答应的，毕竟他离过婚，虽然孩子没有跟他一起，可是我不想与二婚家庭有牵扯。哪里想到他对我会这么的执着。”王慧说着说着脸都红了。“离过婚？”我紧紧地攥着拳头，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其实也是害怕自己控制不住，将事情抖出来。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詹家的，在看到他们一家人的嘴脸时，我就觉得恶心。我招呼都没有打一声，抱着2个女儿便回了房间。婆婆见我这个态度，站在门外对我是一通大骂。我捂着大女儿的耳朵，不让她听这些肮脏的话。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，流了下来。我不是因为詹元这么对我，我伤心难过，我是为我自己感到不值。月嫂工作结束，我在家的第1天，詹元便就直接提出了离婚。刘月，你也知道，我们俩人现在根本就没有了感情，这个婚姻我们也就没有这个必要再继续下去。我们离婚吧，2个女儿可以跟着你，我不跟你抢。不跟我抢？说的这么大义凛然，还不是因为不喜欢女儿？这是我们婚后共同的财产，因为你之前大闹的原因，网店是亏损的严重，我实在亏不下去，便就关了，还欠了别人的货款10多万。当然这笔钱不需要你来还，剩下的房子和车子，这都是我婚前买的，特别是房子，是我爸妈买的，名字也是他们的。你嫁过来，你娘家也没有给什么陪嫁的东西。我听着他一笔一笔的给我算着账，很是觉得好笑。呵呵，那你这么说，我是1分钱也拿不到了，还要带2个女儿离开，那女儿的抚养费你总得给吧？詹元脸一沉，生气地说道：“女儿是你自己要的，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就是谁要谁养。”婆婆也在一旁帮腔，我被他们的不要脸恶心的不行。刘月，我们好聚好散，明天就去民政局把证给办了。詹元丢下话，气冲冲地离开了。我们办了离婚，从民政局出来，我给王慧打了电话。我来找王慧家，她已经做了一桌子的好菜，见我来了，便把我迎进了屋。月月，
这1个多月多亏了你照顾，不然我也不可能恢复得这么好。今天我特意给我老公说了，让他早一点回来，我们2口子好好的感谢一下你。慧姐，你太客气了。就在我们俩客气时，詹元从门外走了进来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在看到我后，詹元震惊住，脸色瞬间变得很是难看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老公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月月今天可是我们的客人。王慧有些不悦地说。我笑看着詹元，是一句话都没有说。詹元，我锅里还有1个汤，你去帮我端一下。王慧的声音将詹元的思绪拉回，俩人一前一后地进了厨房。在餐厅里，我听着詹元对王慧的抱怨：她一个月嫂，你请她来做什么客？王慧见詹元这么说，很是不高兴道：什么月嫂不月嫂的，你这是瞧不起谁呢？月月虽然是月嫂，可也是我的朋友，你客气点。被王慧一顿训斥，詹元立马老实了下来。我突然觉得好笑，男人是不是都这么贱的？家里老婆对他掏心掏肺的伺候，他却嫌弃的要命，却甘愿在外面当着孙子。吃饭席间，我明显看到了詹元的紧张，他大概是怕我说什么吧，一直拿眼神警告我。我是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给他，只顾跟王慧聊着。晚饭结束，我放下筷子，笑道：慧姐，谢谢你今天的招待，时候也不早了，我也是该回去了。你这就要走吗？那我让詹元送送你吧。不得不说，王慧是真的拿我当朋友。送就不用了，还麻烦把月嫂的钱结一下，前夫。我笑看着詹元。王慧不可思议地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詹元。詹元当即恼羞成怒：刘月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谁是你前夫了？咋得？今天刚离婚，还没有习惯这个身份吗？我掏出离婚证放在了桌上。虽然你是在我们离婚前雇的我，那也是要结工钱的。王慧拿起离婚证看了看，然后将离婚证用力地砸在了詹元的身上。詹元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王慧，你听我解释，都是……我没有给詹元这个机会，直接将他的话打断。慧姐，我那天跟你说的关于我的事，全都是真的。王慧瞬间明白过来，啪！他重重的一巴掌打在了詹元的脸上。混蛋，你竟然敢骗我！我离开王慧家的时候，里面已经大吵了起来，噼里咣当的打砸声震耳欲聋。回到詹家后，我便收拾东西带着女儿离开了。关于詹元私自转移婚内财产的事，我在王慧那里偷偷拍来的证据都提交到了法院。王慧知道我将詹元告了，特意给我提供了更多的证据。他不断向我道歉，表示他并不知道詹元和我的关系，自己也是被詹元给骗了。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是王慧的错。詹元之所以找上王慧，也是看中他的财产，加上王慧又给他生了个儿子，这才让他对王慧更加掏心掏肺。若王慧生的也是女儿，只怕下场会跟我一样。王慧还跟我说，他已经跟詹元断了来往，把儿子也藏了起来，不让他见。我还从王慧口中得知，詹元去求过他几次，祈求他的原谅，结果都被他给拒绝了。詹元见王慧铁了心，便开始找他要回之前转移给他的财产，结果也遭到了王慧的拒绝。毕竟房子还有店铺的转让都是詹元心甘情愿的，与王慧并没有关系，反而王慧还是被欺骗的一方。不过王慧并没有撕这些财产，房子要了，店铺他给了我，并表示会长期以最低的价格给我提供货。看他做的这一切，我问他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说起来，
我们不仅是情敌，而且我还骗了你，利用了你。”王慧笑了笑，对我说：“同为女人，我同情你遭遇，我也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，特别知道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的不容易。我不想你跟我妈妈一样。再说了，詹元这混蛋还犯不上让我们成为情敌。”他还说：“我本以为我不会像我妈妈那样，会让自己的孩子成为单亲，没想到我还不如我妈妈。”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脸上的笑变得有些伤感。老实说，我之前确实对他有敌意的，不管他知不知情，他都间接破坏了我的婚姻。可是现在，这一刻，在面对他时，我竟升起了一丝丝的愧疚。其实他又何尝不是无辜的呢？若是詹元这么对我，给我买房，还只写我和孩子的名字，又把网店转移到了我的名下，我也会相信他。很快，我的诉讼便得到了法院的受理。因为我这边证据确凿，詹元在离婚前有意转移财产，构成了违法。不过，像他这种恶意转移财产的行为，也只构成违法，却是无法判刑。法院这边也只能将他所转移的财产进行核算，然后再重新进行分配。加上现在2个女儿跟了我，他每个月也要向2个女儿支付2000块钱的生活费。现在的詹元不仅没有得到儿子，甚至钱财也都没有了。他将一切过错都算在了我的身上。他跑到我娘家，在我家里大闹了一场，扬言不会给我1分钱。我对他的无耻行为早已经冷漠。我不怕他不给，只要在规定的期限内，他不依照法院的判决进行赔偿，我完全可以申请强制执行。到时候他别说开网店做生意了，就是出个门坐高铁都成困难。詹元那边知道我申请了强制执行，没有办法，只好把他父母的那套房子给卖了，然后补给了我一部分的赔偿。现在的詹元可谓是一无所有。自从离婚后，我在外面租了房子，用心地打理着网店，照顾2个女儿，跟詹元也再没有了联系。后来我也是在王慧那儿听说，詹元想重操旧业，可是却找不到货源，那些之前跟他合作的供货商都不愿意提供货物给他。也是像他这种就因为没有生儿子，就抛弃陪他同甘共苦的女人，试问谁又敢跟他合作呢？再见詹元是1年后，我正好带着小女儿去接大女儿放学回来，她在我楼下，估计是等了很久，见我回来，立马迎了上来。月月，我们复婚吧，我知道之前都是我错了，是我不好，离婚的这1年里，我才知道这个家没有你，根本就不行。我们复婚，你网店的生意，我来帮你打理，你在家好好照顾女儿就好。我向你保证，以后我绝对不会再让你受委屈。月月，你就再给我1次机会吧，这1年里，我是真的很想你，很想女儿。詹元拉着我，苦苦的哀求，比1年前去我家求我回去还要真诚。滚！我甩开他的手，带着2个女儿大步离开。小女儿歪着脑袋好奇地问：“妈妈，刚刚那位叔叔是谁呀？”妈妈也不认识，应该是街上的地痞无赖。以后你们要是看见他，记得躲得远远的，知道吗？2个小女儿同时点了点头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希望能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